尔茨海默病者逐渐增多，医生提醒，50岁后尽量改掉4个坏习惯。张阿姨今年55岁，退休后本该享受生活，却总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如从前。刚刚拿起手机，却忘了要查什么。和老友聊天，突然想不起常说的名字，这让她有点担心，身边的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。最近，她在社区体检时，医生提醒她，50岁后，很多人像你这样，记忆力开始衰退，这也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征兆。张阿姨听完有些紧张，忙问医生有什么办法可以预防。医生轻轻一笑，其实很多习惯我们可以慢慢调整，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。张阿姨好奇地问，那我需要注意什么呢？平时也挺注意健康的呀，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问题？医生点点头说，的确，很多人像您一样，觉得自己平时健康生活，但往往忽略了几个常见的坏习惯。你知道这些坏习惯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也有点像张阿姨，觉得自己没什么问题，却总感觉记忆力不如从前呢？长期睡眠不足，熬夜这个习惯真的是又爱又恨。很多人白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到了晚上才觉得是属于自己的时间，于是看剧、打游戏、刷手机，一不小心就熬到了深夜。虽然嘴上说着再也不熬夜了，但第二天依然照旧。然而，长期的睡眠不足，虽然看起来只是让人精神不振，实际上对大脑的影响可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大脑是个很神奇的器官，白天忙着处理信息，晚上却不是休息，而是在默默的打扫卫生。白天，我们接收了大量的信息，大脑需要在夜间的深度睡眠中整理、存储这些信息，类似于电脑中的硬盘整理。但如果你熬夜，甚至睡眠不足，大脑就没时间打扫这些垃圾。举个形象的例子，熬夜就像厨房里堆满了没洗的碗盘，时间长了，细菌就会滋生，大脑里的垃圾也是一样。长期熬夜的人，大脑里会积累一种叫做贝塔淀粉样蛋白的物质，它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罪魁祸首之一。这种蛋白质原本可以通过正常睡眠被清除，但如果你老是熬夜，大脑的清理功能减弱，时间一长，贝塔淀粉样蛋白在大脑堆积，影响神经元之间的正常连接，你就会发现自己开始变得健忘，注意力不集中，甚至有时会觉得脑子糊了。除了记忆力受影响，长期熬夜还会让大脑的海马体功能受损。海马体是负责储存短期记忆的部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睡眠不够，它可能无法帮你把白天的短期记忆转化成长期记忆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熬夜第二天容易忘东忘西的原因。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记住别人的名字、电话号码，甚至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更恐怖的是，睡眠不足还会影响大脑的情绪调控。大家都知道，熬夜后容易脾气暴躁，这其实是因为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处理情绪的部分受到了干扰。睡眠不足会让它的活跃度增加，使你对外界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反应更加敏感。你会发现，熬夜之后不仅情绪不稳定，还容易感到焦虑、沮丧。这种长期的情绪波动不仅让你生活质量下降，还可能进一步损害大脑健康。大脑是个需要规律保养的器官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的修复能力也会下降。年轻时熬夜或许只是一觉补回来就能恢复，但上了年纪，熬夜带来的损伤可能就难以逆转了。有人觉得自己晚上睡得晚，早上睡到中午就算补觉了，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恢复。大脑修复的黄金时间是在晚上10点到凌晨2点，错过了这个时间段，补再多的觉也无法弥补大脑失去的休整时间。为什么久坐不动会加速认知退化？很多人觉得运动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，跟大脑没什么关系，其实这种想法错得离谱。久坐不动不仅会让你的身体僵硬，脑袋也会跟着生锈。科学研究早就证明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大脑血液流动减少，影响大脑的正常运作。大脑需要源源不断的氧气和养分，而这些全靠血液运输。如果你一天到晚坐着不动，血液循环减慢，脑细胞得不到足够的供氧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会变得不活跃。更可怕的是，久坐生活方式会加速大脑萎缩。研究显示，缺乏运动的人，大脑中的海马体体积会更快缩小，
这部分大脑主要负责记忆和学习，体积缩小意味着记忆力变差，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下降，甚至增加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。简单点说，长期不运动，大脑就像一块生锈的机器，反应变得迟钝，记忆力和认知能力也跟着下滑。运动对大脑有很多好处，特别是有氧运动，比如快走、慢跑、骑车。这些运动能有效增加大脑的血液供应，促进大脑生成新的神经元，增强记忆力。每周坚持运动3到5次，每次30分钟，就能让你的大脑保持活力。你不需要去跑马拉松，简单的日常活动就能帮助你保护大脑。饮食不当如何加速脑功能衰退？很多人喜欢吃薯条、炸鸡、奶茶这些高油高糖的垃圾食品，觉得解馋又过瘾，但你可能没意识到，它们不仅会让你发胖，还在悄悄偷走你的记忆力。垃圾食品对大脑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。垃圾食品中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，这些坏脂肪会导致大脑中的炎症增加，影响神经元的正常连接，长期食用会让大脑的反应变得迟钝。研究表明，常吃这些不健康的食物的人，认知功能退化的比那些吃健康饮食的人快得多。这是因为大脑需要优质的脂肪、蛋白质和抗氧化物质来维持正常运作，而垃圾食品提供的恰恰是相反的。高糖饮食也是一个大问题，吃太多糖会导致血糖水平飙升，长期高血糖会损害大脑的海马体功能，影响记忆力和学习能力。糖分摄入过多还会干扰大脑中负责处理情绪和记忆的化学物质，增加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，从而进一步影响大脑健康。压力和焦虑是大脑的慢性毒药，生活中的压力无处不在，工作上的任务、家庭里的琐事、未来的不确定性，都会让人感到心力交瘁。你可能以为这些压力只是让你情绪波动、心情不好，但实际上，他们也是在悄悄伤害你的大脑。长期处于焦虑和压力中，大脑就像被慢性毒药侵蚀，反应会变慢，记忆力也会越来越差。压力大时，身体会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，短期内皮质醇可以帮你应对挑战，但长期处于高水平的皮质醇状态，会对大脑的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造成伤害。这两个区域分别负责记忆和决策功能。如果长期受损，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健忘，做决定也变得犹豫不决，甚至处理简单事情时也容易出错。焦虑不仅让你心里难受，它对大脑的长期影响更是不容忽视。焦虑会让杏仁核负责处理情绪的部分变得过度活跃，让你对压力和负面情绪反应更加强烈。这种恶性循环不仅影响你的心情，还会让大脑功能逐渐下降，处理信息的能力也会减弱，容易陷入情绪低落和认知混乱的状态。好消息是，压力虽然难以完全避免，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来减少它对大脑的伤害。适度运动、深呼吸、冥想，甚至简单的社交活动都能有效降低皮质醇水平，让大脑有机会恢复。学会放松和管理情绪，不仅能让你感觉心情更好，还能保护你的大脑免受压力的慢性毒药侵害。要记住，心累时，脑子也在跟着受累。适当放松，减轻压力，既是对心理健康的保护，也是让大脑保持灵活、避免早衰的好方法。所以说，保护大脑不仅仅是吃好、睡好，保持运动，更要学会和压力和平共处。别总觉得自己可以抗住所有的压力，其实大脑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坚强。就像手机电池一样，过度使用不充电，迟早会崩溃。偶尔给自己放个假，享受一下生活，散步、聊天，看个喜欢的电影，都是充电的好方法。毕竟，咱们的大脑可不像手机能随时换新，一旦超负荷，修复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学会放松，活得轻松，大脑自然也会跟着灵活运转。生活本就已经很辛苦了，何必让自己再多受一份脑累的苦呢？